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一个刺目的视频传入公司微信群后，办公室里炸锅了。我原本不想搭理，看到公司同事看我的眼神变得怪异，这才发现这个视频跟我有关。我点开视频，发现是一则20秒的新闻，背景马赛克，人物模糊，文字真名只认识我。有人在公司谣言说我婚内偷人，1个小时后，老公抵达公司，这件事情闹得全公司认定我是错责方。老公要让我净身出户，我让他先回家。我破解了视频，真相浮出水面。我将原视频扔到了公司总裁面前。我这个技术秘书不是好惹的。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一名技术秘书，跟丈夫结婚3年，人前是模范，人后甜蜜蜜。我们一家3口每年都要出国旅游，就算是最艰难的3年，我们也会到邻市去散心。我跟老公大大小小的纪念日每年就有13个之多，每次我忘记这些特殊的日子，他都会给我惊喜。原本老公家境并不好，但是我父亲和大哥的关系，在去年老公的初创公司迎来了一大笔融资，事业在大环境低谷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事业上的成功让他对我更加亲密。但我身体不好，除却工作外在，家庭生活上余力不足。我跟他还没有要孩子，我大哥的小儿子被送了过来。这孩子是我一家3口的小伙伴，有了他的存在，老公也会更加亲近地对待我跟孩子。这个孩子今年才刚2岁，养得白白胖胖，每次看到她老公就缠着我，要求生一个自己的孩子。1年前，我们就开始准备未来孩子的学区房，我也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全都交给了老公。他每天除了忙碌工作，都会在下班的时候带一个小点心回家。这样的生活我很知足。直到结婚纪念日那天，单位工作群传入一条视频新闻，是我婚内出轨传闻的谣传。老公看到后，气急败坏的要跟我离婚，并且让我净身出户。我才发现，老公并不是我看到的那样。早已经开始了对我的算计，我的房子和存款全都记在了老公父母的名下。彼时他已经有了私生子，房子和存款全都是为了这个私生子准备。我公公和婆婆原本以为我身体不好，不会在意这个私生子的存在，就带着孩子上门。我公公说，这个孩子是未成的孩子，你身体不好就记在你的名下。我婆婆害怕我不会答应，苦口婆心地说，你跟魏成结婚3年都没有生出孩子，我跟你公公真的是有些担心。现在好了，除了彤彤，还有这个孩子，毕竟是魏成自己的孩子，我们2老也没有任何微词。这个孩子的出现打乱了我平静幸福的生活。我安静地坐在公公婆婆对面的沙发，平静地看着这个3岁大的孩子，一切都明白了。我没有哭，但心如死灰。魏成还会找小鸡那个叫做花子的女孩子，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嫌弃她脏，不让她碰的原因。公公婆婆见我不吭声，把魏成叫回了家里。这人一回家就抱住了他3岁的孩子，冷淡地对我说，既然你全都知道了，我也不怕你声张。你家里公司现在也大不如前，需要仰仗我的一句话。我既然能够让你声名狼藉在你公司，也可以让你乖乖听话离婚。公公婆婆脸色变了又变。魏成继续说道，我跟这个女人离婚后，我会跟花子结婚。我的儿子只有一个，就是我怀里的这个。我听罢哈哈哈地笑起来。魏成，你要是真有钱，还会要我的房子和存款，
你公司怎么样？你自己不清楚？魏成脸上挂不住，我公公婆婆难堪得很。我说离婚可以，但是我要让所有人放弃你。魏成听罢眯了眯眼睛，老子就是要用你全部的钱养我的儿子，你这女人能如何？我拎起他的衣领说，我要让你净身出户，既然脸皮都撕破了，我也不怕了，我一定要打翻身仗。我咨询了法律顾问，我的闺蜜王倩跟我说，魏成这个渣男看不出来那点小心思，他不知道你父母家的房产还有几千万吗？他自然是知道的，但是我父母对我跟魏成这段婚姻并不看好，也不会将这些房子给我，但知道魏成欺负我，欺负到我公司去了，这口恶气不能这么算了。我闺蜜王倩第一个站了出来，她嘲讽地冷哼了声，翻了翻魏成提交给她的合作合同。魏成果真是一个不怕死的渣男，欺负我就算了，还在提给我闺蜜的合同上附加了3个霸王条件，这是一把火烧到我至亲好友的身上。他可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受了我们家的扶持，骑到了牛头上去了。王倩愤懑不平，看着几个魏成兄弟给过来的合同，全都加上了这些霸王条款。他吃痛的胃腹疼痛，坐在沙发上发呆。我拧开了一瓶温泉水，递到了他的面前。我说，这些合同我都看过了，这些全都是小单，你全都拒绝掉。我让大哥让你一个大单，足够你吃上1年。王倩缓过劲来，转头就让秘书打去了电话。魏先生，合作以后都不必谈了。魏成知道我家里参与了这事，我闺蜜拒绝了他和他兄弟所有的合同单。更让他吃惊的是，我闺蜜王倩说动了海市所有律师协会的会员单位，给魏成和他兄弟帮的法律咨询和司法合作业务服务费用全都提高到600%。我看了看这些服务条件，又追加了一条，提出霸王条款先例单位，服务费用追加到10倍。魏成吃了一惊，海市连带整个国内精英律师团队全都加入了我闺蜜的协会联盟。他气得只想把我杀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看到魏氏集团因为负面消息股价大跌，被律师协会追加10倍服务费，心里痛快一些。但看到彤彤因为晚餐后吃不到魏成买的小点心偷偷哭泣，我也暗自神伤。我抱住彤彤说，孩子，他不是你爸爸，我带你去见你爸爸好不好？彤彤虽然只有2岁，但是似乎能够听懂很多。他抱着我哭泣着说，妈妈，我们不要分家好不好？爸爸真的不要我们了吗？被孩子的啼哭声又拉回到了从前那个温暖的家中。我紧紧抱住彤彤说，好，妈妈给你买小点心去好不好？彤彤的事情让闺蜜王倩知道了，她让我保持镇定。魏成不达目的的反杀正在开始，他只要更多的钱。魏成以我3年不能生育为理由离婚，在生意场上我大哥的面提了出来。我大哥给我打电话，魏成这个小子有恃无恐，离婚，马上把离婚协议签订下来。在大哥的催促下，我拿着离婚协议书驱车回到了那个叫作家的屋子。屋子内没有人，绿植全都枯萎了，空气中弥漫着香烟的味道。我打开窗户，透气了2个小时后，魏成抱着他和花子的孩子出现在我的面前，花子也跟在魏成的身后，缓步跟了进来。花子是一个日本的女孩，在中国6年，在一个日本的馆内做小鸡。魏成一见到她就喜欢得很，但是认识我之后，他跟花子断了1年。看到我时，花子仍旧温柔地抱过魏成手里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去了厨房，给魏成和孩子弄点吃的。魏成看着他们母子2人远去的背影，
幸福的轻笑，而后抬眸看到我苍白的面容，他冷笑地说：“我在花子面前才能算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这个女人虽然比花子会赚钱，也比花子能干，但是你永远也给不了我需要的幸福。”我不怒，反而嘲讽地笑：“这就是你用我的钱养女人和私生子的原因。”魏成哈哈地笑起来：“这也是我唯一看得起你的地方，不需要你看得起。你拿走我的钱，要记得给我利息。你不知道带刺的玫瑰都是有毒的。”魏成的脸色不好看，他恍惚地低下了头来，拨弄着自己的烟灰盒。我隐忍地继续说道：“不要让我看不起你，堂堂魏氏集团的副总，竟然靠前妻养小三，你不要脸面的吗？”魏成似乎被我说到了痛处，一口气缓不过来。花子抱着一个水壶，踩着小碎步走进了客厅。他们二人的孩子气喘吁吁地跟在了花子的身后。在靠近魏成的时候，小家伙抱住了他的大腿。魏成片刻间的狠力又变得柔软起来。我儿子可爱不可爱，你都不知道。生养一个自己的孩子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花子听懂了他这句话，再次娇羞地依偎在他身旁。他看到我脸色难看的像一张白纸，痛快地笑起来：“这些天你让我亏了不少钱，你给我的存款，我是不会那么轻易地还给你。我养你这些年，就算是给我的补贴，这个婚我们离掉，但是你要从我这里拿走1分，我都不给。”Baby， 听他这么说，我反倒是平静下来了。看来你那个小公司也不怎么赚钱，不然干嘛要霸占我的存款？可怜虫！可惜我不会可怜你。我把离婚协议书扔到了魏成的面前，我还是坚持要让他净身出户。魏成吃痛地看着我，眼睛都赤红一片。他说：“财产分割清楚了，我们再签字。你这个蠢女人，你名下所有的存款和房子全都是我们家的了，你1分都拿不走。”我把离婚协议书全都撕毁。我说：“可以，我财产分割不清楚之前，我们不离婚。你婚内出轨，我要让整个魏氏集团为你的狠付出代价。”魏成生气的想要揍我，他是一个有点家暴倾向的男人。结婚3年，我也受了一些苦，没想到为了离婚后的财产，他再一次原形毕露。但这一次，他不能为所欲为。我大哥推开了屋子的大门，出现在了魏成和我的面前。大哥看到满地的离婚协议书，一脸不耐地问：“怎么回事？”魏成冷笑说：“他不离婚，一只不下蛋的鸡。”我忍着气意对大哥说：“我所有的存款，他买了学区房寄到了他父母的名下，给他跟花子的私生子。”我大哥一听，暴怒，揪住魏成的衣领，冷哼：“签字，你净身出户！”我大哥雷霆万钧，把我的房子和存款全都从魏成父母那里要回来，派人直接把魏成和他小三花子打了一顿，给出了一张支票，在海市最繁华的地段买了一幢别墅，庆祝我单身。我跟魏成的婚房，连带给孩子买的学区房全部卖掉。大哥拿着厚厚的存折放在我的面前，他说：“魏成要是再出现在你面前，来一次我就打一次，改些天。”我让人把离婚协议书给他送过去，看着他签字：“你跟他就这么断了？人生很长，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我跟魏成离婚的事情还是闹得沸沸扬扬，魏成和他兄弟还在传播谣言，说我婚内出轨，不要脸皮。魏成还大言不惭地说我大哥为了我的事情，将他魏家的财产全都洗劫。我大哥为此不甚干扰，最后将魏成的小三花子暴露在了网络上，而我公司也在这个时候将前些天工作群里的骚扰视频真相还原。
魏氏集团一下子卷入了舆论的风暴中。我离职后，到我大哥的公司做技术秘书，工资和待遇涨了1倍。原本生活应该平静下来了，但魏成不肯善罢甘休，他死活不肯签订离婚协议书。他所有的兄弟都挺他。魏成想不到我们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家族的势力在海市没有落寞。原本想要设计我，让我哑巴吃黄连，净身出户的手段也哑了火，但他还有后招。第2天，魏氏集团股票震荡，跌停地市，公司内部晃成一团。魏成去找我大哥，我大哥闭门不见。他跟小三驱车100公里，在乡下婆母家里找到了我。现在房子票子都是你的，你还要怎么样？我不懂魏成的话中话，我皱着眉头说：有话就直说，我还能把你怎么样？离婚协议书签字了。魏成不搭理我这句，然后开了直播间。他信誓旦旦地说：大家好，我是魏氏集团的魏成。这些天因为我的离婚事情让大家看了笑话，我现在在我老婆这里，我们还没有离婚。魏成伸手想要搂住我的肩膀，我冷淡的想要摆脱，他没脸没皮地说：大家看到了，这里是我老婆的乡下婆母家，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他知道我肯定不想继续配合，他拿着手机走出了庭院外，说道：是我一个兄弟喜欢我老婆，我就信以为真，这是误会。我们2个人已经和解，不存在离婚的事实，大家不要再看笑话，我真的担待不起。直播间被魏成的人维护得很好，如果有人提到花子，就立刻禁言。但花子还是出现在了直播间内，他一出现，直播间一下子地震了。请魏先生讲一下跟花子的关系，听说你们2人已经有了孩子。这条消息才刚发出来，这个账号就被禁言。直播间内一瞬间来了好多黑粉，全都在刷，请魏先生讲一下跟花子的关系，听说你们2人已经有了孩子。魏成一下子慌了神，再次走进屋子内，找到了我。我老婆跟我住在乡下，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是有好事的人要对付我和魏氏集团，我相信我老婆和我都不会坐以待毙。直播间安静了下来，就等着我反击。我才刚要说话，魏成就下了线来。他冷笑地对我说：你跟我结婚这些年，我对你好不好？我就是在外面养了花子，再养一个我的孩子，你就不放在眼里了？你为我想想好不好？你身体不好，我不想折腾你，你还是我的正妻。我发誓我不再搭理花子，我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我看到魏成嘲讽的表情，冷静了下来。他冲到我这里，就是要我做一个婚姻里的工具人。可惜我的性格不允许。他的大手紧紧地捏住了我的胳膊，我吃痛地眯着眼睛，疼。婆妈进来，我摆脱掉魏成后，淡然地站在大门口，对着屋子里的他说：魏成，我们回不去了。在你算计我所有的存款，设计购买学区房给你私生子的时候，我们就回不去了。你怎么还不清醒？魏成一下子紧张起来，他跪在了我的面前，抱住我的大腿说：你要帮帮我，一定要帮帮我。我们恩爱3年，我真的没有找花子，是爸妈说我怎么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他们为我伤心了。花子的孩子这才送到我的面前，你要体谅我一下，如果你可以生孩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魏成哭过，如今的他就像是一个受伤的孩子，但他带给我的伤害是灭顶的伤害。要不是我是技术秘书，可以破解视频，我早就因为他这一招名誉扫地，家族将把我放弃成为没有人再搭理的弃子。在瞬间，我也想明白了，魏成为何要这么对付我。舆论的压力，他必须要用美男计让我心软。
因为从我这里下手是最容易改变整个舆论事件的走向。只要我同意原谅魏成，其他看客全都成为浮云。但我不愿意，他魏成早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他再也不会因为我下雨天给他送伞而感动，他也再不是为了让我姨妈期小腹疼痛舒缓会熬红枣红糖汤的那个人。他不会再因为我下班给他做夜宵而感动，他更不会做因为我走路多了小脚抽筋整夜按摩我的小脚那个温暖我的魏成了。回不去了，全都回不去了。魏成紧紧地抱住我。这个时候，小三花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魏成愣怔了片刻，站了起来。花子拉住魏成说：“阿成，我好害怕，你带我走好不好？我们的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你爸妈都喜欢我的。”花子软软的声音让魏成冷静了下来。这时童童听到了他的声音，午睡醒来，跑出来抱住了魏成的小腿，甜甜的童音带着欣喜叫道：“爸爸，你终于回家了。”小三花子看到魏成怀里2岁的孩子，心里气疯了。魏成并没有跟他讲童童的来历，但是他嫉妒的情绪就像是疯长的野草。花子趁着魏成不备，上来就是给了我一巴掌，冲着我唾弃地说道：“不要脸的蹄子！”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疼痛，我捂着腮帮，怒视着小三花子。婆妈抓住花子的小辫子，一个狠摔，砰的一声，花子捂着吃痛的屁股，跑到魏成面前告状去了。我从魏成手里抱过童童，小家伙还是跟他亲近，但是我决定再不搭理他。花子在魏成面前手舞足蹈地比划着，魏成低笑着安抚他。婆妈见了要赶人，魏成依旧好脾气地哄着婆妈。魏成打算留下来陪我和童童，花子却也不肯这么早离开。我看到花子粘在魏成身上，两个人嘻嘻哈哈地笑着。大哥下班的时间到了，魏成见到我大哥，脸都绿了。我大哥挡在了我跟童童的身前，一脸气愤地给了小三一脚，他倒在地上哇哇大叫：“不要脸，不要到我家里来！”我大哥就是这么火爆的脾气。我一听到大哥的声音，我精神烁烁起来。我跟着大哥一起打小三，是不要脸，我赶都赶不走。我大哥又是很近的一脚，小三花子爆哭起来，他抱住魏成一直叫：“阿成，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我快受不了了，真的快受不了了。”魏成崩溃地看着我和我大哥说：“怎么肯放过花子？”我跟大哥异口同声地说：“签字，离婚，带着你的鬼子滚！”第二天，我大哥离开上班去后，魏成和他兄弟们又再次到访。魏成兄弟们起哄：“小嫂子，魏成为你受了不少苦，现在兄弟们都在，魏成你想怎么办？”昨天我大哥对付花子的事儿，让魏成心有戚戚。他还特地看了一下院落，发现当差的家丁还没有全过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再给你这个女人一个机会，你只有这一次机会。”魏成全部的兄弟拭目以待。魏成凑到我的面前说：“我们不离婚。”魏成兄弟们全都败给了他，劝他再醒一醒。你不想跟他离婚，但是他家里的大哥已经放话，要是我们再过来欺负他妹纸，魏氏还有我们这些小企业要受气了。魏成，你要拿出一点气势来，给这个女人一点厉害。魏成的兄弟们连声给他打气。魏成一下子来了精神：“你这个女人，跟我说要不要离婚？”我不同意。他捏住了我一只受伤的手，说：“我们财产分割有问题，要不按照我说的来做，捏死你！”我那只手骨折过，很久才愈合。这个事情只有魏成知道，他只是用了50%的力道，我就汗如雨下。童童听到外面的声音，跑出来看到了魏成。
我让他进屋，被魏成抱住他粗粝的大手，捏了一下彤彤的脸蛋。你说这个孩子是谁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我魏成的孩子。这么多年，我要一个我自己的孩子，怎么了？你这个女人要不要脸皮？我受够了你们的霸道。彤彤第一次见到如此疯狂的魏成，吓得痛哭了起来。我紧紧抱住孩子，说：“别哭，彤彤，别哭，我们不哭。”彤彤小小的身体抱住我的胳膊，她哭着说：“他不是我爸爸。”真的吗？妈妈，真的吗？魏成是最心疼彤彤的，从来都没有让她心伤过。魏成听着彤彤的哭声和看到她凄楚的脸庞，手下的动作一顿，停下了疯狂。我大哥来接我和彤彤，看到魏成和他兄弟们也在，希瑞的眼眸倏然眯了起来。我大哥是谁？一看这么多人，就明白了过来。他伸手抱住了彤彤，说：“小家伙，我是你爸爸呢。”彤彤睁开双眼，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大哥。我大哥摸了摸他的小脑袋，他抱住彤彤，威严地站在了我的身边，对魏成和他兄弟说道：“的确，彤彤不是魏成的孩子，是我的孩子。我把儿子给我妹纸养几年，有什么问题？我没时间照顾孩子，不过现在好了，我会耐心一点对彤彤。”我大哥二话不说，将魏成和他兄弟送到了派出所。魏成被保释出来后，被他父母骂死，媳妇看不牢，还算什么男人？那个花子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让他进门。但因为魏成兄弟们的关系，我跟魏成的离婚事件成为了当地法律界一个重大的离婚案件，一波掀起千层浪。我跟魏成的婚战开始，作为被告的我原本就是被冤枉的，现在作为原告，一连1周时间，魏氏集团的股票跌停到谷底，最大的股东将所有的股票以1块钱1股的方式卖出。我大哥原本不打算接盘，但我觉得是一个时机，我全部都收购了回来，花了我300万，占据魏氏集团61%的股票，成为了这家企业最大的股东。我反手将所有的股票卖给了魏成的死对头，我的青梅竹马。他刚回国，才刚知道我发生的事情。他是我的初恋，最后因为他留学海外，我们和平分手。知道我的事情，他第一时间站出来，给了我最强有力的支持。他花了10几个小时坐飞机回国，见到我时神色淡浅，带着一丝疲惫。我们2个人一起简单的吃了一顿晚餐，他让我早点休息。我满目苍茫，顾时生莞尔，当初让你等我，但我想你吃不了这苦头。我破涕为笑，低头斜眼瞧他，我想那是你的理想。顾时生点上一根香烟，白雾袅袅，雾气中他的眉眼深刻，睿智的浅眸带着狭促。他平静地睨着我，嘴角带着一丝笑来，他意味深长地藏着一个念头。我手里捧着淡蓝色的玻璃酒杯，神色带着迷茫。我跟顾时生相隔那么近，却觉得离得好远。我深吸一口气，恍惚间又看到了年少时候的光阴，静越美好。我低下头看着酒杯中尽红的美酒，仰起头来一饮而尽。我依偎在顾时生的怀里，他清甜的声音一声一声撞击着我的心灵。我闭上眼睛，听着他的心跳，与我的心声在时间的鼓点中交汇成了一首歌曲。时生，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亲了亲我的指尖，放在他的胸口。低头的瞬间，他凉薄的唇瓣碰到了我的额头。丫头，夜幕下的星空闪烁着星之恒久，夜色下的海市静谧后迎来了一场风暴。第2天一大早，顾时生没有犹豫，给魏成发了一封律师函，他必须在今天把离婚协议书签订下来。魏成觉得是一个笑话，他要弄死我。
看到大律师方玉民的大名时，惊吓过度，就差跪舔了。法院的传票传到了我大哥的手里。届时，顾时生是魏氏集团最大的股东，唯一魏氏集团换大股东的事儿是一件大事。这家企业已经是岌岌可危的大厦。魏成在股东大会上看到我哥和顾时生，惊异的脸色发白，就差骂人了。他冲到了顾时生的面前，伸手就要给对方一拳。顾时生稳稳地接住。魏氏集团如今树倒猢狲散，元老都远走他乡，但魏成并不自知。你们算个什么葱？到魏家来玩，给老子滚！老子不想见到你们！魏成骂骂咧咧。魏家几位元老脸色都很不好看。魏老爷子强忍愤怒站了出来，原本想做和事佬，看样子这局面得僵持下去了。你们收购我魏家股份，安的什么心？我老魏不吃你们这一套。我叫我律师来。魏老爷子一个敲打，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顾时生是谁？他们魏家交手了多少次？魏老爷子睿智的目光扫视着我大哥淡漠的脸庞，最终还是没有得到答案。我姗姗而来，坐在了我大哥的身旁。魏老爷子看到我时，苍老的牧童中带着泪珠。好孩子，你怎么也来帮外人欺负魏家了？我脸色一红，没有回答。魏老爷子正襟危坐，就等着我们这些小辈出场。魏老爷子看到顾时生叫来的律师，脸色立刻铁青难看。大律师方玉民是公司法和离婚案的权威，魏家御用律师叫做陈元，是商战经济案的专家。姗姗来迟的他看到坐在对面的大律师方玉民，脸色很不好看。方玉民作为法律权威的他，从来都没有失败过的案件。两边人全都到齐坐下后，我大哥先是开了口：我的妹纸我罩着，魏成好几次对我妹纸下手，带着小三胡闹离婚协议书赶紧签下来，精神损失费用1000万。魏成一听就怒了：老子跟老婆感情没有破裂，你们外人瞎逼逼什么？我大哥看了我一眼，冷冷对着魏成笑说：孬种！哥哥的声音在静寂的会议室回荡，魏家人脸色都不好看。顾时生老辣地看了魏成一眼，冰冷地说道：孬种！气氛一下子剑拔弩张。魏成跳起来，狠狠地拍着会议室的长桌，猩红的赤目怒对顾时生：谁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我可不相信他跟你没有关系。有没有必要在魏家放肆？你们自己心里清楚。魏成几乎是怒吼而出。我大哥神色平静，顾时生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大律师方玉民连带淡笑，只有魏老爷子差点坐不住了。顾时生是什么人物？成儿，注意你的言辞。魏成知道自己急火攻心，心意乱了，竟然被我大哥和顾时生的激将法激怒了。眼看着事态发展不受自己的控制，他吃愣地看着他爸爸，而后转过身，发现顾时生的助理把离婚协议书递到了他的面前。魏先生，狠话可以说，离婚协议书赶紧签了，钱才是小事，脸面才是最重要的事儿。魏成看着协议书上签字栏，他一时之间心酸难耐。我大哥和顾时生强硬地说道：快签，这是你欠丫头的。魏成气得脸色发青，下笔的瞬间笔尖折断。顾时生的助理见到，又递给了对方一支钢笔。魏成隐忍着愤怒，一咬牙狠心签下了。魏老爷子给魏成使了一个眼神，对方心领神会地说：这几天离婚压力很大，我没有对不起他，是他先对不起我。说着，他们魏家把矛头对向了顾时生。顾时生，你现在了不起了吗？那个女人不让我碰，就是为了你。你现在回来为她撑腰，别说你不想碰她，我知道你的心思。
是你们实在欺人太甚了。说完，魏成又颇有感触地红了眼眶。顾时生冷凝着眸，平静地看着对方。魏成忍不住怒吼：你们拿花子说事，可你和他早就狼狈为奸，欺负我魏成一个老实人。3年婚姻，我什么都没有了，还惹得一身难堪，还是我都没有容身之处了。太狠了，你们实在是太狠了。魏成越想越闹心，就差撞地板解气了。这哪里是一个扛事的人？魏老爷子愁得头发花白，这现场那么多人，没有证据的猜测，这能好过吗？对方可是顾时生。魏老爷子观察着顾时生脸色的变化，知道对方忍耐到了极限，他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抱歉，把魏成叫出了会议室。10分钟后，两人回来，魏成的脸上多了一个巴掌印，他低垂着脑袋，就想着早点死去。魏老爷子再三交代，别再胡闹了。魏成抽搐了一下，一声都不敢吭了。顾时生的助理收走了离婚协议书，抬目看时，签字栏上并没有签字。魏成嗤笑了一声，知道对方已经发现，这样的条件要他为家人受辱，他绝对是不会答应的。谁知顾时生的助理再次将离婚协议书放到了魏成的面前，对顾时生说：老板，他太狡猾，还是没有签字。现场的气氛变得更加的难堪。我大哥和顾时生逆着他，魏成反而轻松地笑了起来，还得意地看了看自家组长，说道：顾时生，我们都是明白人，你带走你的丫头，我和我的花子在一起，既然我跟他离婚了，就给个好收场。我们魏家也是要脸面的人，你这样跟大哥冲进魏家，真的难堪我们。魏成重新回想了一遍自己刚才的措辞，觉得还是十分合适，决定继续再说下去。所以，我的提议就是你们将股份还给我们，我也跟丫头断得干净，不然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说到这里，魏成觉得自己说得非常的明白了，就等着顾时生认栽。为了能够让这两个强硬的男人低头，魏成爆出了统统。魏成还觉得自己机智过人，我养了这个孩子2年，真心对待过，希望大哥能够成全我最后一个要求。小家伙受到了惊吓，一直在哭，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大哥。我大哥脸上的震怒被硬生生地压了下来。我大哥最忌讳有人威胁他，还是他最喜欢的孩子。魏成分辨不出，就此惹上了我大哥。我大哥伸出手来，看向他的亲儿子。小孩子一见爸爸来保护他了，哭得更加厉害。爸爸，他们欺负我。软软的声音才刚脱口而出，魏老爷子彻底坐不住了。我大哥抱住了啼哭的儿子，冷漠地仰起头来，孬种。魏成不怒，反而大喜，撕毁了离婚协议书，说：你承认了就好，我跟你妹纸一起养这个孩子2年，为了这个孩子付出很多，我也曾经想过跟他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是我爸妈太着急了。这个问题我已经跟我父母沟通过了，我说：女人，我不想跟你离婚，我们回家好不好？我大哥黑沉着一张脸，这是他在盛怒时的表情。助理们都不敢吭声。魏成仍旧不怕死地说：喂，女人，你说句话呀，我们回家好不好？我淡然的目光微微地闪烁着，只听到大哥一声低咳声。我应道：不可能。我大哥犀利的眸光扫了魏老爷子一眼，对方的忍耐到了极限。魏成，不要胡闹了，事情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如今我们魏家朝前看，魏成像一个男人，你们回不去了。魏成恍惚地看着我，而后看向我大哥：大哥，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我大哥冷笑了一声说：孬种。魏成感觉到威压胁迫在身，一句反驳的力量都没有。
但他是谁？到底最后冷静地说，因为他脏，结婚这3年跟他睡过了。魏成指向了顾时生，顾时生抬起眼皮，只看了魏老爷子一眼，对方马上低头认错，对不起，顾先生，我的儿子没有教好。我知道他在结婚3年内受了不少苦，但也是一个本分的女孩子。我们魏家只是想要事情可以和平解决。顾时生淡漠地瞧了一眼对方给过来的股权转让书，红唇轻启道：“现在股价的3倍。”魏家人强忍住不甘，愤愤地问道：“不可以再商量吗？”我大哥轻抚着儿子的小胳膊，哄着说道：“还痛吗？”小孩说：“好痛。”这清亮的声音一下子揪住了全场大人的心坎。魏成彻底慌乱了，不行，绝对不行！我和花子的儿子怎么办？重来，全部重来！我不能离婚，我绝对不能离婚！顾时生不快地皱了一下眉头，看了一眼自己助理，对方低下头交代：“小三花子和私生子的问题，请给小姐一个交代。”助理的这几个字刺痛了魏老爷子和魏家长辈的耳朵。魏老爷子咬了咬牙，狠下决心：“可以，只要你们将股票全部转让出来。”魏家的妥协，顾时生这一战赚了300倍，魏成却不肯认输。组长为什么要忍让？那女人肯定跟顾时生睡过了。顾时生的笔尖才刚碰触到了转让书的纸页，他抬起头来说道：“6倍。”魏成就差哭出来了。魏老爷子连忙打圆场：“顾先生，别生气，千万别生气。我们说好是3倍价格转让回我们魏家，我们做生意诚信为先。”魏成真的生气了：“组长，不能这样糟践我们的股票，让他们还回来。他们既然已经来了，我们就……”这瓮中捉鳖还没有说出口，好多记者推门而入，见到会议室里这么大的阵仗，兴奋地知道有新闻可以爆料。记者们长枪短炮地朝着魏氏高层一阵狂拍，反倒是魏家人不好意思了。魏成站起身来跟记者们沟通，但庞大的记者团不肯轻易离去。魏家离婚案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我大哥和青梅竹马都出面挺我，其中的隐情是家族恩怨的一局棋。魏先生，听说您是最先知道您夫人出轨事实真相的人，请问您是如何发现的？您为什么要家暴夫人？小三是美姬花子。顾时生冷峻的眸光第一次正眼看他。记者唇枪舌战中，魏成在维护着最后的颜面。魏成想要送走记者，快点结束这场尴尬。在记者快要走出会议室时，魏成的私生子被花子抱了进来。他弱小的心灵在看到记者长枪短炮时，凄然地哭出声来：“爸爸，我怕。”花子不知道今天股东大会还会来记者，更不清楚我大哥和顾时生会带我到现场。他吃惊地看着现场的一切，一下子慌了神。小孩子一边哭一边闹，记者们听罢全然知晓。魏成被这变故闹得烦心。记者离开后，已然没有了先前的气势。顾时生冷静地观察这一切，他锋利的声音带着钝痛说：“我把丫头交给你，你就是这么对待她的？”魏成脸色从铁青变得滚烫：“不是，不是，我这个……”他语无伦次地想要解释，但还是说不出口。魏老爷子出来打圆场：“顾先生，魏成这个人的确太混蛋。现在事情都这样了，我们就好好和解。在生意上，我们还是可以有合作的机会的。”顾时生冷淡地嗤笑了一声：“合作不必了，以后我们的订单不会给魏氏。”魏家人想不到事情会出成这样，着急地想要挽回。我大哥赞同顾时生的想法，说：“以后我们家的订单也不会跟你们合作。”
两人签约下来股权转让书后，魏成面前那份离婚协议书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顾时生说：“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魏成知道他是认真的，他们魏家现在就想要抱紧我大哥和顾时生这2棵大树，绝好的商业机会绝对不能让魏成这个混小子搞砸了。魏成看到了家族人的态度变化，知道自己的强硬让魏氏集团濒临破产。他慎重地看了一下离婚协议书，而后不禁难忍地叹道：“你们就想要欺负我吗？”我大哥和顾时生异口同声地说：“丫头是我妹纸。”在落笔的瞬间，魏成思前想后，觉得这事情这样做实在是窝囊。但看到我大哥和顾时生的强硬表情后，又暗暗地忍下了一口气。见到儿子犹豫不决，魏老爷子也很为难。他安抚住儿子焦躁的情绪，深吸一口气，问道：“顾先生，我们湾湾项目合作预案还在敲定，这个没问题吧？这可是一个起死回生的大项目。”魏成在瞬间拎清了局势。以顾时生的强势，这离婚协议书上的新条款是没得商量了。魏成低下头，思想战斗不止。他想了好一会儿，魏老爷子都在催了。他抬头看向顾时生，问道：“我爸爸刚才说起的那个项目？”顾时生冷漠的眸光闪动了一下，凉薄的红唇在弥漫的袅袅烟气中看得不真切。看本事。魏成似下定了决心一般的定了定神，最后好不甘心地问道：“顾时生，你跟我说一句实话，你跟他是不是已经睡过了？”顾时生冷静地抽着香烟，似看一个小丑一样的看着魏成，纠结起这样一个问题。他淡然地开口说：“睡了。”魏成似找到了一个情绪的出口，签字的同时泪如雨下。似乎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物品。签完字后，他嚎啕大哭起来。魏家人尴尬不已地看着魏成无法控制的情绪。最后，花子抱着孩子，默默地从会议室的偏门离开。为了保险起见，助理再次检查魏成的签字，把离婚协议书送到了顾时生的面前。顾时生抽了一口香烟，灭在烟灰缸里。翻开离婚协议书内页，终于签字了。离婚后，我跟顾时生离开了海市，我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刻。过了5年，我们再次回到海市，我跟顾时生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我开车路过文三路路段口，在等红绿灯的间隙，我看到了魏成的车在旁边，他摇下车窗，对我不语。几秒后，绿灯亮了，他朝着左方向行驶而去，而我在片刻后朝着右方向而走。我跟魏成就此陌路，永不相见。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